我们再来关注中美双方宣布了两国元首即将会晤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时间下周二上午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六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强调，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发挥着把舵引航的关键作用，双方要相向而行，为会晤做好准备，确保这次重要会晤顺利成功，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六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北京时间11月16号，也就是下周二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也宣布了中美元首即将举行视频会晤的消息。他介绍称，两国元首将讨论如何负责任地处理中美竞争，以及如何在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上合作。现在应该说是双方认为已经达到了一种水到渠成的这么一种该见面的时机了，所以才会达成这种共识。那么也希望这次双方元首的最高会晤，视频会晤能够为两国关系未来的进一步的企稳向好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六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不仅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发挥着把舵引航的关键作用，双方要相向而行，为会晤做好准备，确保这次重要会晤顺利成功，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布林肯表示，世界高度关注此次美中元首视频会晤，双方已为此进行充分准备，取得积极进展。美方期待在会晤中，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与中方分享对双边关系的看法，共同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布林肯的通话中，王毅还指出了美方近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错误言行。实际上，最近台当局与美国勾连愈加频密，6名美国共和党参众议员本月9号搭乘美国海军一架 C-40A 行政专机，从菲律宾马尼拉起飞，降落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有台媒披露，访问团多达13人，除6名参众议员，还包括美军上校、上尉各1名。他们在台湾的行程密集拜会了蔡英文的办公室、台湾安全部门，还到了台防务部门听取机密简报。在周六的通话中，王毅进一步表明中方严正立场。王毅表示，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任何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和支持都是对台海和平的破坏，最终都将自食其果。王毅说，如果美方真想维护台海和平，就应当明确坚定地反对任何台独行径，就应当信守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做出的郑重承诺，就应当把一个中国政策落实到行动上，不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王毅和布林肯还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同意就应对各类全球挑战保持对话。相对于就是像经贸、科技问题的话，那么这次这个关于台湾问题啊，包括像南海问题，恐怕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必然要谈的重点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希望美方要做出重大调整的领域。新加坡联合早报表示，下周二的元首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中美领袖级会面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有美国高级官员指，拜登会在会面说明欢迎跟中国进行强烈的竞争，但不求冲突。该官员还称，不预期此次会面会带来大量实质成果。我们不要预期或者奢望通过一次会晤就能够中美关系实现这个实质性的改善或者是提升，但至少它可以向各方传递出一种积极向好的信号。其实这次会晤应该说能够传递出一种双方都希望相向而行，推动中美不要走向冲突，管控竞争，然后推动合作的这么一个总体的方向。实际上，美方近期频繁对中美关系作出表态，一方面释放一定善意，称不寻求新冷战，要与中国共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但另一方面又展现竞争姿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五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会议时表示，美国作为印太地区常驻大国，将长期留在该地区，并不忘渲染中国和俄罗斯威胁。
where we are going to compete vigorously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where we're going to stand up for our values. 美方的竞争姿态已经展现在近期具体的对华产业政策上。法新社周六报道称，拜登政府因安全担忧否决了英特尔在中国增产的计划。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此前提议用成都的一家工厂来生产硅晶圆，相关生产本来可能在2022年底前上线，从而帮助缓解全球供应紧张局面。这项计划近几周递交给拜登政府官员，但政府人士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有分析称，英特尔的计划实际上凸显了芯片短缺带来的挑战。这一困局已冲击了科技和汽车行业，导致企业损失大量收入，并迫使工厂工人被强制休假。除了对中美合作的可能视而不见，白宫还在不断收紧对中国企业的限制。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五签署2021年安全设备法，该法案完全禁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公司颁发新的设备牌照，而借口依旧是美国老生常谈的所谓国家安全。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一方面是大谈特谈的这个竞争，同时的话，在很多领域里边依然保持着特朗普时期的对中国这种全面打压、围堵或者说是这种冲突的这种方式和手段。那么对两国政治互信的这种损害，其实是一直没有停止的。那么我觉得下一步的话，就我们希望是，或者也应该是要求美方要展现出你有真实的意愿。你说的和你做的是言行一致的，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中方多次强调，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当地时间周四，中国和美国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联合宣言，承诺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以有效应对气候危机。新华社的评论称，中美联合宣言的发布将提升各方合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动力，为多边进程注入正能量。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金先生你好，中美元首将在下周2举行视频会晤，那对此您如何前瞻？16号上午啊，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视频通话呢，当然是中美关系当中挺大的一个事儿啊。因为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呀，双方元首第一次视频对话，所以它非常重要。那么从这个前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必须从现在的中美关系的状况来前瞻。中美关系现在的状况就是它有两面性。我们一方面看到中美关系有一些积极的动向，比如说孟晚舟回国，比如说美国政府啊，美国商务部啊，这个开始豁免这个一些进口商它的关税。这个另外就是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在格拉斯哥这个气候变化会议上，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啊。这个另外就是美国政府有一些表态还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9月21号，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美要避免新冷战啊。然后还有那个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呐，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等等等等啊，这是属于比较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很严峻的一面，比如说美国政府啊，把中国的电信企业赶出了市场，进一步加强啊，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排斥华为啊、中兴电子啊，另外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啊，动作非常的多。所以呢，中美关系现在表现出这种两面性啊，那么因此它前途就两面可能性都有嘛。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中美的元首视频对话啊，应该是这个有意义的啊，它我觉得还是可以巩固积极的这一面。大概我推算吧，它根据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的现实啊，这次元首会晤应该是3方面议题，一个是合作议题，一个是这个斗争的议题啊，一个就是未来这个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议题。习近平主席在 APEC 会议上强调，开放是亚太合作生命线，创新是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为何中方领导人着重强调这2点呢？我觉得它是有一定针对性的，主要什么针对性呢？就是亚太地区啊，实际上是全球经济比较好的地方了，是咱们那个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啊。但是现在是受到一些干扰的，什么干扰呢？就是现在美国呢想搞这个小圈子合作，它不是
真正的开放，它是一个假开放。所以现在习主席强调，就整个区域的开放，其实，对美国搞的这种小圈子是有针对性的。另外就是创新啊，创新当然是引领人类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方式嘛。然后呢，现在美国搞一个什么问题啊？跟中国科技脱钩，这个是不利于这个我们整个人类的创新的嘛。首先这两个事儿啊，一个开放，一个创新，永远是正确的啊。但为什么，在这一次28届 APEC 会议上专门提这东西呢？我觉得啊，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在习主席的外事活动日程中，上合、金砖、APEC、G20这4场多边会议是每年的重点。习主席也参加了今年所有这4场会议，向全世界清晰传递出怎样的中国方案、中国正能量。其实外事活动今年在习主席工作日程当中比例挺高的嘛。总体来讲啊，习主席给世界带来的都是这个信心，是吧？带来的正能量啊。这里比较关键的东西还是这个吧，就是第一强调就是中国啊。不管现在我们国际环境出现什么复杂的情况，中国本身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而且会发挥市场的能动性的。这个我觉得给国际资本就是吃了一个定心丸吧。因为未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它是保持开放的，是市场驱动的，这对国际资本就很好啊。所以这个讯号好像一直都是有的。我们中国将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它基本上我们中国未来的这个就是发展呢，是这个很符合现在就是内外的需要的，包括我们要促进叫包容性发展，这个不是很偏的那种发展，包容性发展啊，绿色发展，对环境友好，很符合那个气候变化会议的精神的创新发展，是吧？因为只有创新发展才能带来持续的这个增长嘛。而且在今天世界局势挺乱，走向不明的情况之下，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习主席呢，就提供了这些信心。好，谢谢金灿荣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来关注台海局势。岛内民进党当局所谓友邦洪都拉斯本月底将举行总统大选，现总统埃尔南德斯周五突然访问台湾，其毕业旅行的目的在岛内引发诸多猜测。有观察认为，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本月底大选牵动蔡当局的神经，因为一旦反对党上台，或将与台湾断交，而台湾当局也在做最后的努力进行挽留，而埃尔南德斯也希望在最后任期内向台湾当局要点援助。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夫妇周五抵台进行3天行程。埃尔南德斯周六与蔡英文会面。台外事部门称，此行是埃尔南德斯第4度访问台湾，他的3个子女目前也都在台湾工作或求学。洪都拉斯将于11月28号举行总统大选，因此埃尔南德斯参访时机格外引发质疑。美联社报道称，由于埃尔南德斯即将离任，从政治上讲，他此行很难有任何收获。不过，他可能会向台湾当局寻求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不少岛内网友猜测，莫非双方谈好了什么条件了吗？台外事部门准备给多少钱？还有岛内网友讽刺埃尔南德斯开始毕业旅行了。还有网友说，他是去台湾谈怎么断绝官方关系，因为他年底的大选，胜算不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搞一个毕业旅行。咱们另外一个呢，就不排除呢，因为现在呢，洪都拉斯相对经济也比较低迷，同时呢，跟台湾的关系也比较紧张。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到台湾来，明面上是亲近一些，加强交流，实际上呢，也不排除会向台湾继续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比如说经济上的要求等等，希望多要一些钱也是考虑。洪都拉斯是台当局仅剩的15个所谓的友邦之一。今年以来，有关双方关系不稳的消息不时传出。岛内《中国时报》称，洪都拉斯左翼主要反对党自由与重建党总统候选人克西马拉·卡斯特罗多次表示，若赢得大选，将重新调整国家债务，并与台湾断绝官方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最新民调显示，卡斯特罗的支持率为38%，埃尔南德斯支持的执政党候选人阿斯夫拉支持率为21%。今年5月，洪都拉斯曾通过邻国萨尔瓦多等国家向中国大陆购买新冠疫苗。洪都拉斯政府还表示，可能寻求在中国大陆设立一个商业办事处，处理购买新冠疫苗等事务。
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官员近日宣称，台密切关注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并强化与洪方朝野各界沟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绝路，金援外交没有出路，任何逆历史潮流、挟洋自重的图谋，注定将以失败告终。洪都拉斯是南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连年低迷不振，失业率高居不下，治安严重恶化，每年大批人口逃离洪都拉斯，拖家带口长途跋涉集结于美墨边境，试图进入美国，同时运往美国约3/4的毒品都经过洪都拉斯。对于洪都拉斯的弃台迹象，逢华必反的美国议员卢比奥就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达了他的所谓担忧。对于台湾当局与洪都拉斯断交的可能性，台湾战略专家张静日前在台湾政论节目中预测，未来双方断交几率为90%。台湾当局也担心自己所谓友邦生变，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就剩下这么15个所谓邦交国了，应该说是内忧外困。如果再失去洪都拉斯，恐怕对民进党当局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这个时候主动邀请现任的跟台湾相对关系比较密切的埃尔南德斯到台湾，也不排除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在做的一场政治秀，让国际上呢凸显一下台湾的声音而已。有观察认为，随着大陆经济的不断崛起，很多国家认为未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可能失去大陆市场，不可能不跟世界第2大经济体发生直接联系，只有这样恐怕才能对自己本国的发展有利。所以一些国家纷纷离台湾而去。台湾以往与这些国家保持关系的途径一般是2个，一是通过这种金援外交来撒钱，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美国给这些国家施压。此前跟台湾断交的巴拿马、基里巴斯等很多国家都被美国压制过，但这些国家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发展前途作为考虑，最终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美国经常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利用一些所谓经济援助，想拉住这些国家，保持这些国家跟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采取制裁啊、恐吓呀，甚至军事威胁啊等等，强制这些国家呢继续维持跟台湾的关系。但是从当下的全球大势来讲，一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要根据本国的情况和人民的意愿。这其实也是在之前很多国家弃台湾而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一个根本原因。最近台当局在意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上也在上蹿下跳，试图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刷存在感。2021年9月16号，中国向新西兰提交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6天后，中国台湾地区于9月22号提交正式加入申请，引发全球关注。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周五又呼吁日本在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方面给予最大支持。目前担任 CPTPP 轮值主席国的日本，近期不仅高调支持台湾地区加入，还不断炒作台海议题。日本新任外相林芳正周六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电话会谈，日美两国称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非常重要。国台办此前曾回应称，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安排或签署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协议。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解放军军机巡航台海予以施压。按照台防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截至11月12号，解放军军机本月在台海巡航几乎没有间断，持续了11天。如果从10月算起，解放军军机巡航台海的连续天数更长。那么，除了美国会议员窜访台湾、解放军到自家院子溜达等原因，还有哪些岛内因素可能会对解放军军机巡航的力度产生影响？来看报道。从台防务部门发布的即时军事动态来看，解放军军机出动的频率很高，几乎是天天都去。巡航战机的数量和规模也经常出现一些小高潮。比如11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解放军出动了1架次空警500、1架次运9通信对抗机、2架次歼16、2架次歼11、1架次运8远干机。可是这个时候台湾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是谁造成的。事实你是不是就说你不但就说你不承认9个共识，不承认这个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然后你还挑衅想这个呢变成就说就是医美呢这个谋独。那医美谋独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你带来这个造成台湾这个台湾这个军人的
疲于奔命，造成台湾人民呢这个陷于一个恐慌那是不是你一个为政者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台湾这些政治人物应该检讨的。而这似乎与岛内的一些军事动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台湾联合报周五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下周4将到嘉义县水上乡空军嘉义基地视察首支升级接装 F-16V Block 20型战机的台空军第4联队。该部队周五上午举行第3次全兵力预演。据台媒报道，台空军第4联队下辖3个作战中队，担任飞行表演的飞行员都经过所谓精心挑选，接装典礼采用4架手指队形编队飞行，平日训练以及执行战备任务都在高空，接装典礼是在500英尺低空。对于升级前后驾驶 F-16V 战机有何不同，台军飞行员介绍，过去从 F-5E、5F 换装 F-16，如同地面开一般轿车升级到开奔驰，现在接装升级 F-16V， 战机外观虽相同，但内部仪器、计算机芯片、液晶屏幕都让战机变得更聪明。分析指，从上述信息看，台军距离正式接装新型 F-16战机已经越来越近了，并且台军相关部队已经在日常训练与准备飞行表演的过程中加速进行人机磨合。从岛内航空迷发布的照片来看，驾驶这些战机的台军飞行员应该是他们精英中的精英，而这些新飞机也必然会成为后续在台湾相关空域与解放军飞行员进行高频互动的信号。对于台空军的这支联队的动态，我们应该加强关注。台湾的整个讲台湾的航空跑道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散的，所以台湾需要的不是什么弹，它需要是 F-35B， 但是 F-35呢F-35B 的这个美国绝不卖给台湾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想 F-16， 台湾希望的是 F-16C， 美国也不给。后来美国创造了一个名词，就把台湾的 F-16改装。那改装一下，它就变成就是说比原来的战斗性能好一点，但是呢，它并不是 F-16C 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当然对台湾来讲，就是说还是有点增进，所以这也是目前来讲，就是说在台湾的比较强的一支战力。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F-16V 带来的一些战力提升，完全没法弥补两岸在军事实力方面越拉越大的鸿沟。台军拿到了 F-16V 所带来的些许威胁，已经远远不能和当年台军从美国人手里买到 F-16时所带来的压迫感相提并论了。都不用说歼20这种4代战机，解放军手中的歼16、歼10C 都足以和 F-16V 掰手腕，更何况战机的作战能力是否能充分发挥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观察指，负责台海方向解放军相关部队的飞行员每年的飞行小时数与训练强度，台空军的草莓兵们是没法比的。蔡当局以武谋独的企图显然还没有改变。周一到周五，台军一连5天4夜的战备周演练登场。周4凌晨，台军的云豹装甲车现身台北街头，兵分2路，一路前往松山机场模拟迎战空降的对手，另一路则现身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周边，以巩固所谓中枢安全。据台媒报道，台军近年提升训练强度及频次，每季实施1次战备月，并将战备周纳入战备月中，依部队属性实施训练，并加强联合战斗思维、通信直管等等能力。此外，另据台湾风传媒报道，台陆军特战指挥部近日执行为期20天、总距离520公里的战术任务行军，验证特战部队技战术能力。台军方周4发布讯息，披露特4营官兵搭乘黑鹰直升机演练驰援滩岸的情形，展现特战部队小群多路、快速机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媒这篇披露台特战部队利用黑鹰直升机防大陆抢滩的演练中，还出现了一张身穿防弹服的蔡英文被若干特战队员簇拥着的资料画面。台媒的说明为2020年7月台中甲南海滩进行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蔡英文身着迷彩服前往视察。有网友讽刺，这个画面简直像是小鹰仓皇出逃的演练画面。因为呢，就发现说最近很多的演练呢，都好像是针对斩首行动而来，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呢，并不是保卫台湾人民的，而是呢，是保卫一些人呢，能够这个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能够逃掉。但是呢，也在想，就是说你逃得掉吗？台湾现在就是一个情形，就是碰到危机了那个台湾的军防单位呢，就编一些计划，自我安慰，忽悠台湾人，然后呢，去这个让领导高兴但真正的不管是战略或者战术，它是完全没有。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
周六，台当局与日本的交流会议出台了所谓神户宣言，鼓吹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等国际组织。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在涉台问题上，我们第二次看到类似的提议。10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鼓励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国际社会。从结果上来看，日方当前可谓是为了追随美国的脚步，宁肯在中日邦交的根基问题上开倒车。注意，我说的是从结果上来看。1972年，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公告上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日本政府明确不承认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强调台湾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而如今，这个由日本各层级立法机构议员出席的所谓日台交流峰会，鼓吹台湾加入 CPTPP， 则是时隔49年回头在台湾的归属和地位上做文章。尽管2004年的 TPSCP 协定和2008年的美国正式发起 TPP 谈判，允许任何 APEC 经济体或其他主权国家申请参与 TPP 协定，但迄今为止，无论是2017年美国退出前的 TPP， 还是美国退出后的 CPTPP， 这一架构的成员和谈判方均为完全主权国家，该架构也被外界视为带有完全主权性质的协定。这是为什么台湾于9月23日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后，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中国大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地区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中国国台办也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地区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议。而日本作为当前 CPTPP 的轮值主席国，在中国大陆已然申请加入该协定之后，以及当前两岸关系紧张、中美设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存在角力之际，完全无视中方的感情和利益诉求，自顾自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可以说不是蠢就是坏。事实上，自今年以来，外界多有认为日本或开始放弃在中美间寻求平衡的战略原则，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一边倒地站美国那一边。2021年3月，美日2+2会谈；4月，菅义伟访美；6月，7国集团峰会，日方多次公开提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一议题。6月28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视频连线中宣称，台湾不是朋友，而是兄弟和家人，我们必须要保护台湾。7月5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甚至宣称，中国大陆若武力统一台湾，日本会视之为纯利危机事态，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一起防卫台湾。那您认为，日本作为中国的东亚邻国，一衣带水，真的会完全在台海问题上完全倒向美国吗？为美国火中取栗吗？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日本还不是一个政治、军事正常化的国家，其领土上还有着超过55000人的美国驻军。日本的对华政策难以回避美国的影响，这意味着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某些取态，究竟多大程度上属于日本其自身国家利益的具象化，还是属于被美国集结后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中方有必要也必须要慎重看待。尤其是随着中美间国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逐渐加深，拜登政府大概率会以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履行遏制中国的责任，留给日本在对华问题乃至是整个东亚事务之中的空间必然越来越小。台湾问题上中日矛盾的加深或许只是个开始。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是傻子，不可能愿意为美国火中取栗而赌上自身的国运。某种意义上，美方的步步紧逼，却也给予了日本一个逆转美日间不平衡关系的契机。正如朝日新闻曾言，美国已经不具备以往的国力了，而如果美国自己无力下场，那也就不得不放松日本脖子上的绳索。这是为什么过去10数年间，日本政府在描述中国威胁论方面乐此不疲。2012年，安倍政府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发起修订现行宪法，并最终在2016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21年7月5日，麻生太郎更是主动提出要在台湾问题上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此举并非意在更好地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而是向德国模式靠拢，通过让其军事力量在法律意义上得到美国的承认，从而保障其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简而言之，日本向美国靠拢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离开美国足够的距离，反过来向美国靠拢也能抬高日本对中国的议价能力。
道理很简单，如果中日不能在有关东亚的新秩序中达成一致，日本始终可以通过向美国靠拢来进行威胁，迫使中方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无论日本在中美在两岸关系上如何挑拨，这种都接近于一种战术上的投机，而非战略上的抉择。但本质上，日本也是让自己行走在刀尖之上，将国运寄托于一个中美两败俱伤的未来。不要忘了，赶在中美建交前和中国建交的正是日本，在对华经济制裁上从不跟进的也还是日本。这个日出东方的岛国，在性格上从来都是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华盛顿签署新版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俄罗斯驻美大使批评称，该宪章是一套不怀好意的口号，字里行间透露着反俄的地缘政治意向，妄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期在黑海一带的军事行动，也使得美俄在黑海的博弈持续升级。新版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称，美乌重申两国作为朋友和战略伙伴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决心通过扩大两国在政治、安全、防务、发展、经济、能源、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深化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签订这个宪章，我个人认为它的实际意义是比较有限，它更多的是美国政府为了缓和或者是为了修补今年上半年就是遭受一定损伤的这个美乌关系的一种尝试。对于乌克兰来说呢，虽然说它这个在今年感觉到遭受到这个2次非常严重的背叛，但是在目前的这个局势下，它除了继续向美国靠拢，继续向西方求援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最新的宪章取代2008年12月19号在华盛顿签署的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如果双方均认为有必要，两国打算每过10年或在更短时期内修改一次宪章。布林肯周三还在与来访的乌外长库列巴共同出席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可能会试图重演2014年威胁乌克兰的行为。布林肯警告说，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承诺坚如磐石。美国和欧洲包括英国，虽然说一直在提出要向乌克兰军队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出售的武器的无论说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是它基本上都是微不足道的。美媒本月1号就发表多张卫星图片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区部署兵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这些卫星图片是低端的爆料。佩斯科夫还补充说，俄军事装备或军队在境内如何部署，完全是俄本国之事。俄罗斯过去和现在从未威胁过任何人，未来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危险。另一方面，美俄在黑海的博弈也在升级。当地时间周五，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俄罗斯空天军的雷达设备正在全天候监测黑海上空的情况。在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防空部队又发现6架来自北约的侦察机在黑海地区活动。美军波特号驱逐舰、约翰·伦索尔号燃油补给船以及惠特尼山号指挥舰在离开格鲁吉亚8桶后，仍在黑海西南部航行。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内的俄黑海舰队多艘军舰正在密切监视他们的行踪。USS Porter, which is a guided missile destroyer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has been sailing about the Black Sea with its armament of capacity of 100 guided missiles. This is all happening right on Russia's doorstep. So in esse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saying that this is all part of a training exercise with its partner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